好，柯文哲昨天交保以后呢，他就骂赖清德，说赖清德让国家四分五裂。总统府出来讲话了，我们不接受非事实的抹黑。他说这个总统不会评论司法侦办中的个案，但也不接受不是事实的抹黑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就是总统府，柯文哲骂总统府还击，然后黄国昌出来骂总统府，说柯文哲对赖清德已经非常客气了，我们只是这样讲。不要让国家四分五裂，造成这样你们都受不了哦，已经很客气了哦。民众党反击，鬼月不要鬼话连篇哦，现在是鬼月嘛哈。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走下囚车，拒上莱尔校车，柯文哲亲自开复仇号，说要开向赖清德哦，就是我现在开始，终于我要复仇了啊，要这个把你赖清德这个怎么样把你搞下来啊。柯文哲一出来就说呢，以前韩国瑜说，刚刚大家有看到，莫忘世上苦人多。韩国瑜这话讲的真的不错，的确，世上苦人真的蛮多的，各方面苦人蛮多。我们看一下。KP 字样的 Polo 衫搭配招牌高腰裤，熟悉的柯文哲出门赶去北院出庭，急到连公事包拉链都没拉。今天我的车在哪里？匆匆忙忙，一时还找不到车在哪。而陈佩琪在8点多左右出门搭捷运处理私事，两人前后离开家。柯文哲面对提问都没回答，但前一天在北检前面7分钟谈话，2度批评赖总统分裂国家。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你让台湾四分五裂？司法侦办当中的案件不会发表任何的评论，不过也不接受不是事实的抹黑，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无助于厘清事实。有没有污蔑哦？公道自在人心，抄家灭族式的想要摧毁民众党。那总统府他们的发言看起来就像是7月鬼话连篇。批评绿营急着分化民众党，而柯文哲交保之后，有不少支持者期待他再战2028年总统大选。但如果柯文哲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其实受到选罢法限制，在判刑确定前，必须力拼贪污罪无罪，或至少1、2审刑期不超过10年。成为柯文哲的2.0，我有讲过一句话：要就当正，不要就当造浪者。最终的目标是2028蓝白一定要合作，让民进党下台。不只有绿营抿嘴断言柯文哲一定参选2028，甚至考虑卢柯配，还有媒体人推测柯文哲很可能先投入2026高雄市长选战。会有意参选2026或2028吗？民进党这些侧翼们哦，可能就急了，然后又开始见缝插针，还是不要这么早的去讨论2年后的事，或者是甚至3年后的事哦。柯文哲官司还没落幕，已经先被推演未来政治路。好，柯文哲谈到韩国瑜啊，就说呢是莫忘世上苦人多了啊，因为他的9个室友，他前后换了9个室友，3个钱卡是1毛钱都没有，0啊，看病连那个健保费挂号的健保挂号170块都没有。另外呢，9个里面有4个是车手。从20到60岁，他当然很痛恨车手，所以他就说这些车手好像也没什么钱，只好做人家的车手哈。做人头的很多是没什么钱的。柯文哲这个有人说他要复仇之旅，然后参选高雄市长，台北市长做完了就选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尊重他的参选权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现在交保后哇声量很高，被点名说再选举啊。民主党说绿营侧翼急了，担心柯文哲出来选了啊。来，永平怎么看？首先，我觉得最近一直在讨论柯文哲出来以后啊，这个变成一个复仇战神啊，而且呢，可能在政治上又要再搅动风云啊，那么甚至呢，这个蓝白合作呢可能会被破坏而柯文哲的现在声量呢超过所有蓝营政治人物每一个人啊，所以呢蓝营要这个瑟瑟发抖啊，会不会被他整个带风向去等等？我觉得这些评论其实很明显的都是来自绿营的炒作，而且呢不但见缝插针，而且你要勉强的我们用很理性来判断呢，真的是很难成局啦不能说他是不是一定没有这个想法。刚才沈大佬讲得很对呀，柯文哲现在只不过是羁押被放出来，他的案子连1审都还没有审而且现在检方还在抗告所以你一旦纠缠到司法里面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路。
那其实就一个被告当事人来讲，你如果没有本人非常这个专注的面对你的司法，你去相信什么律师什么这个王牌那个王牌，你还是非常有可能惨遭滑铁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各种状况，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说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我当时为什么想这个事情，以及我的记忆会不会有错？各位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你知道政府机关，尤其是像台北市政府这种行政机关。那个市长啊，以前我做过副市长，这样每天像打陀螺一样。我跟人家讲说，我连喝水都没有时间，我跑去厕所都是要用跑100米的速度，人家都不相信。为什么？一个会接着一个会接着会，所以你即使有参与一件事，你即使有怎么样，我必须说，隔个1、2年，我如果没有拿到公文时间、文字资料，我前后顺序都搞错。然后呢，前因后果也会搞错，也会倒果为因，因为你同时一个时间你要关注的，尤其是市长，我必须说他可能要关注100件事，那任谁啊，这个真的是奇葩好了，脑筋有多好，智商有多好，记忆力惊人，你也记不住嘛。所以对柯文哲这种案子来讲，这里头牵涉到很复杂的他的行政体系的问题，另外还有很复杂的金钱的往来，他必须自己要非常非常的专注，而且呢，他要从他自己之前以及各种大家能提供他的资料，他要真的建构好，他才能够真正去打这个官司。好，那如果这个同时，他如果真正又幻想说，在这个时代说啊，我去选个高雄市长，我选上了，我的官司就没事了，谁说的？现在的这个检察体系跟法院体系有在管你是市长吗？对不对？总统都不管你了，马英九的那个3中案到今天还在纠缠，他不是昨天才出庭吗？到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的这个案子还没了。所以你一旦纠缠到这个，其实从柯文哲最重要的角度，好，包含民众党的角度，他如果真的要为他自己的司法公道，他一定要投入相当的时间。那至于政治的各种发展呢，我觉得这次为什么大罢免会大失败，蓝白会合作，因为大家不要看到司法变成是你这个专门来处理政敌，或者是对政敌下重手的工具。那这就是今天大家不乐见的。我觉得柯文哲未来当然司法路很漫长哦，但是他的政治路跟司法路确实是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政治上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不管是对民众党或对他个人而言哦，在未来的蓝白合里面，如果他能够扮演关键的角色，那能够帮助国民党2028能够胜选的话，或许他所期待的是，可能在司法上也能够得到特赦的机会，那这个可能对柯文哲来讲是比较有机会的哦，所以如果柯文哲他要在他的司法路上能够真的走向这一步的话，那当然他未来要跟国民党谈判的地方就会非常的多。那只是说，如果柯文哲现在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他的声量，或者是他在民众党的影响力的话，那势必他谈判筹码会减少。所以我觉得未来在民众党里面，大家关注的就是所谓的2个太阳到底会不会真的变成黄国昌在民众党的影响力会比柯文哲还要高，还是柯文哲其实等他出来之后，未来所有的光环还是在柯文哲身上。那现在看起来，民众党还是以柯文哲为最高的精神领袖。昨天黄国昌也是整个都围绕在柯文哲的旁边，所以对柯文哲而言，他势必要继续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声量跟影响力，他才有办法在政治路上、在司法路上能够去获得未来比较可以得到这个解脱，或者是比较好的处理。我在这个分析政治事件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用动机、理由跟客观条件这3个主要因素把它架构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事情的答案。我们先讲那个选2026了动机是什么？如果选高雄市，高雄市很清楚的，国民党要推柯志恩，台南要推谢龙介。那如果说柯志恩跟那个柯文哲2个人，就是推一组出来要打败民进党，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还比较成立。那如果讲说柯文哲就是因为复仇号，我就要去选高雄，这完全看不懂是干什么啊？那第2个客观条件，刚刚新闻已经这个记者有跟大家归纳了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第10项，
如果是10年以上，那就讲说还没有那么快。对，一审判10年，虽然他还没有定验，他就没有办法参选。这是2028、2026是公职人员选爸爸，也是26条第10项都有这一点的哦。以后立法院如果有更动再说。目前看起来，一审如果判超过10年，因为求刑是28年半嘛。第二个就是北检说要抗告，刚前面我们谈了很多，那我们就一样是动机、好理由跟客观条件这3点来看。北检为什么一直都在这个希望柯文哲被压？从起诉之后，起诉啦，都已经起诉了28年半了，你还要压他干嘛？因为还没有结问，还有很多他的曲子还没有回来，所以一直压就结压。但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北院已经有一个裁定，要让柯文哲7000万元交保。你去看一下北院为什么裁定？北院的理由就是说，现在目前的状况，重要的证人都已经交互问完啦。那现在也不是起诉阶段，起诉羁押的理由是重罪或逃亡或串证，这是起诉。那后来续押的理由是因为虽然起诉他了，可是可能影响其他证人的诘问。现在北院都告诉你已经没有这个因素了，因为柯文哲在北院门口的7分钟谈话里面，他认为这是个冤狱，他认为查了1年什么都没查出来，所以你又要把他押回去。那理由是什么？就刚刚所讲的动机理由跟客观条件，因为毕竟他是要面对一审的。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位柯姓被告明天就浪杠了，我们就找不到他了，这可能是其中一个理由。那你要证明他的电子监控是无效的，要不然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因为我是被告，我是被侦查人，我对于我自己的清白，我可以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的。如果北检要用这个理由要压他的话，上个礼拜的那一个羁押庭就应该提出，而且院方就应该有他的答案的。院方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裁定是7000万元交保，现在提出抗告，北检是要用什么方式把柯文哲押回去？我是觉得我不容易了。北检对，我觉得这是北检要抗告不容易啊，因为一审的时候，在这个还没有审判的时候，法官就4次给他交保嘛。那检察官一直抗告，法官他也不堪其扰，要抗告常常搞到半夜啊，法官半夜给你开庭啊。法官说：“你知道我押他什么时候？他等到证人诘问完毕。”哦，现在我看这个法院是说，大概重要证人都已经讲过了嘛。哦，所以意思法院的意思是说，他的证据该有的他都有了啦。哦，而且局子在海外内不能就是一辈子不回来，你就一辈子把人压起来哈。所以法院判，所以这个北检要抗告不容易，除非你有什么新的证据非常坚强的，否则的话呢，这个我认为不容易了。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我们花时间去讨论柯文哲可能选高雄市长，那是浪费时间啊。那是你的好朋友的馊主意，完全没有逻辑。你的好朋友你都不认识啊？好朋友一大堆，啊，你回去研究一下就晓，是你的好朋友啊，是你的冤家啦。好了，那然后呢？昨天很多言论啊，都谈到是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啊，黄国昌怎么办？那些也都是废话。民众党本来就是一人政党，是阿伯的政党，过去如此，未来更是如此。有的人讲说阿伯将来不管党务了，他不用管，去管 everything 了。我跟你讲，你看昨天黄国昌有失落的那种落寞的表情吗？没有，他意气风发。额头发亮，两眉之间没有皱纹，而且一副弱势重负的。老沈突然变成相士了，这样。这以后的代志我们操烦啦。大项代志，像讲什么2年条款，去问阿伯就好啊。阿伯慢慢了先研究，阿伯只要点头摇头，使个颜色都解决了。这个党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免替民众党操烦，阿伯爱家己操烦也官司就对了。6成30秒就好。我觉得赖清德跟民进党就不要心急如焚哦，才出来不到24小时，柯文哲主席连他爸爸的墓都还没有办法去上香今天还是要配合开庭，所以民进党侧翼这种玩就是心急如焚。那第二个，蓝白在2028年最大的目标就是民进党要下台，就是要把赖清德搞下台。民进党就是要检讨这个最大公约数，中间是不会变换的。那我要用一句话送给赖清德：丐帮有多少人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你决定的。今天蓝白能不能合，不是我们说的算，是百姓说的算。接下来再回来。那么赖清德原来叫10讲嘛，当时为了大罢免要助讲，大概外面知道了讲了4讲以后呢，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只要讲出来都被人家批评得一塌糊涂，搞得罢团也好，民进党就不要讲了，再讲你越讲越糟那听说了5、6、7有在私人的场合去讲，
但是我一直想拿到他的那个讲稿，也拿不到讲稿。我问记者，我说有没有讲稿？没有。哦，然后关起门来问他讲些什么。那5、6、7到底有没有讲？哦，现在也搞不清楚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说现在又要开22讲，什么意思？22个县市要去那边讲啊。那国民党说，徐国勇，你好好监督你们的这个党主席啊。那这个莱尔校长之前呢说团结10讲，结果呢没讲完，现在还有22讲哦，故意消遣他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徐国勇说我们要搞一个中央厨房专门做辟谣的哦。那结果呢，国民党就搞一个说，民进党要搞降制图卡，会惹起反感哦。他的所谓222法则，2小时内要回应，200字内的新闻稿，2张以内的图卡，2分钟的回应影片，2222哦，这其实讲的是还不错了哦，这个不能太晚。以前都说，哎呀，等到今天晚上报纸10点、11点啊，这个等于是收刊了以后呢，那么再说。现在不行的，立刻就要回应啊。那2小时都慢了啊，20分钟就要回应啊，不要搞太长，又臭又长，没人看啊。图卡也不用太多，讲得好的1张就够了啊。然后呢，影片要回应啊，不但是有照片，还有影片啊。那国民党就笑说：“你继续做啊，继续做啊！你们做的是把大家当成傻瓜，做一个降制图卡哈。”那另外呢，赖清德讲话说，大罢免后有4个优先：经济优先、民生优先、青年优先、弱智优先。说台湾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我真的昨天讲，今天讲真的好笑。台湾社会是为什么搞得这样嚷嚷不安？那不就是你赖清德搞出来的吗？你搞什么大罢免嘛？你选输就是选输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一直跟你讲说，1月10号去年，同样的选民选了你，选了立法院，选了立法院就不算，选了你就算，你是什么个逻辑嘛？对不对？然后好，你要搞大罢免，搞大罢免呢，搞不成，那你们还信心满满。之前呢，我都了解说，这个柯建铭跟很多人讲说，我们起码罢掉10个，起码罢掉10个，得意不得了。然后在立法院不好好协商，就是想破坏，增加你的小美笨，因为这样就可以罢掉了。我告诉你，我一直告诉你，你们虽然看不起啊，常常要什么去中啊，老话一句啊，真的是有这个一个是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个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名不正嘛。你没有道理的事情你要做，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我当时在这边讲，我陪他们去逛市场，什么市场那些卖菜的、卖肉的、卖鸡的、卖鱼的，都跟我说没得力啊，没得力啊，紧尼的港把面，紧尼的港把面，他们都知道，还会不会比这个反对罢免的、不同意罢免的手势？我很惊讶。市场我们常常去逛啊，那些不管买菜的、卖菜的都客气的啊，你不本的你特懂啊，没有那种强烈的还表示意见的，告诉你这个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当这些人都觉得没有道理，你就是没有道理，你就是不会赢。就你搞得整个社会大乱，你现在还说要休养生息，我都想讲粗话了，都是你搞出来的，还休养生息，好吧？民进党9月6号启动全台巡回座谈，然后已经启动了啊。那徐宇珍委员就说呢，他只要现任的民进党的民代说这叫同温层取暖哦。因为他不是还说要打破同温层吗？那这同温层取暖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英国的这个编辑了哈，编辑主管叫做艾永清了哈，他离职了，而且买单程机票不回来了哦。他就说呢，民进党默许侧翼操控，让台湾极端对立哦。然后呢，只要他言论啊什么，人家不满就被极端分子来攻击。说他认为台湾走在错误的方向，我们常常讲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哈。那另外呢，他说我曾深爱的台湾，拜拜那他是台湾 Plus 公视转投资56亿的一个这个媒体哈，说举家全家都走了然后台湾以前有热情而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现在荡然无存现在是一个被极端言论跟政治论所占据的环境。这种转变令人窒息，所以呢，迫使我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我爱的台湾，但是我要离开了陈水扁去这个来那个曝出来说，赖清德去看望吴淑珍
哦，赖清德那吴淑珍大概生病，大概病容可能还没有，就跟陈水扁照个相。网路就说看到相片，就说阿扁你多教赖清德2招吧，赖清德困局不少呢。而且还说右边很像 AI 做出来的说阿扁的笑容有点微妙，好像如果你被绑架，你就眨眨眼，是不是被绑架？网友故意消遣了，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先前推出了莱尔校长的短片爆红了之后呢，后续又再推出了他的舒压球周边的小物，只要募款捐款726元就可以取得。不过呢，现在他们也推出了最新的版本，就是在说莱尔校长10讲还没讲完，又要开22讲的支票吗？莱尔校长，之前团结时讲你放掉，还有22讲要讲。最新的影片呢，莱尔校长呢，他的嘴巴上面其实是被用了一个拉链拉起来了，但是呢，新角色第一勇呢，试图想要把拉链给拉开，但是国民党就嘲讽说，第一勇你是嫌赖 cheater 不够好笑吗？国民党在此拜托第一勇先生爱讲就一直讲，越讲人民笑发狂，一定要好好监督赖 cheater， 好好把22讲讲完，才能让人民重拾快乐。赖永明啊。第一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网友的创意尤其这个莱尔校长已经提供给大家真的非常多抒压的效果。连我呢，每天心情郁闷的时候，我就上去看一下，然后那种各种2创3创的呢，他们还会把它剪辑成集，然后哈哈大笑以后呢，果然心情开朗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可是你说从一个政治人物或政党的角度你沦落，你不管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家都用这种嘲笑你的方式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状况。所以其实赖清德目前的处境并不好，他要由深坑往上爬。那我觉得他这次的这个全台湾巡回会落入那个什么莱尔校长22讲的这个坑其实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竟然这个要接触到民众，他又不要这个做他的总统，他又回去，大家都说你最好辞民进党主席，还可以保全你的总统的职务。结果呢，他不但不辞，而且又是以党主席的身份下去巡回，他全部搞那个政党的那些可以跟他座谈的人，一定要民进党党公职，而且呢要他认可的社团。那你这样子一动员的时候，当然大家的关注点就会说，你的派系谁谁谁是不是跟你不好？为什么这个人没去？为什么那个人没去？其实赖清德他要谷底翻身，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现在全台湾22县市，我全部开放报名500个、1000个人全部都来报名，然后呢，给你问到饱，给你问到满，大家有什么想法，通通可以讲。就算他不能够达到每一个人的满意，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总是社会裂痕比较容易来化解？可是他并没有往这个方面处理。那另外呢，我觉得雪上加霜的是这个 Ed Moon 就是这个Taiwan Plus 的这个英文编辑，因为他想的重话是一个国际友人的重话。他只不过去说这个大罢免呢，这些民进党跟罢团走的路线，他感觉到激进化，尤其让他很不舒服。他是一个英国人嘛，他当然很介意那个纳粹的问题啊，所以他特别把当时被这个爆料出来说八囧用纳粹所想要把台湾创造一群犹太人，然后把他们拿来做牺牲品等等。那他不过把这些问题讲了之后呢，他做了一些报道的平衡，结果他的家人也被骚扰，也被肉搜，所以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买 one way ticket， 就是他只单程飞回去英国伦敦，就是因为他表示他下定决心离开台湾。那这个对台湾打击很大，因为台湾 Plus 是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时候的一个他的大政绩、大愿景、大目标，而且一直被攻击58亿，4年丢58亿，大外宣，结果呢？他这样的一个英国的新闻记者，而且在台湾做到主管职的人，他到英国去，他会影响他什么？
它会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声誉啊。台湾这几年不是有一个国际组织一直在调查说什么台湾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评比，台湾一直在退后那个蔡英文的时代呢，他的名次一直往下滑，以后到赖清德，那你现在如果有了这个 Edmund 的这个事情，他又是一个在英文上面写脸书传播，然后大家会关注、会报道的人，那你这个不是台湾新闻言论自由就真的变丢脸了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柯建铭生日，韩国瑜送了19个字，那个花篮，我一直在算19，就这几个字。其实讲穿了就是生日快乐。我以为他那个字有多么有学问。柯委员建铭生日快乐，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反正加起来就19个字哦，就19个字。媒体真的现在很会下标，所以一看，大家就想那19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如果没有那19个字，你就不会点进去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郭国文说。大大的赞美日本石破茂首相辞职，就说呢，那没有讲柯建铭哦，但是句句指的都是柯建铭，所以你看人家石破茂，对不对？这些很多国会议员啊、联署啊，叫他下台，他就下台了。哦，那你呢？对，我们也联署了，为什么你就不下台呢？哦，所以呢，说该面对还是得面对，柯建铭啊，柯建铭啊。那赖清德。刚喊说台湾要休养生息，结果我刚刚笑他的，林岱樺就开第一枪，说呢，党团的事情是党团决定，他说我是呼应赖清德的指示，改革第一步要休养生息，回到制度，尊重党团自主，由党团来决定，而不要你们决定以后叫党团来做那另外呢，邱意莹说，过去这一年很痛苦，因为呢柯建铭都听不下大家的意见，我们跟他建议，他也不听。这一年受到非常重大的冲击跟汉革，党团干部领导其实是有点不同调，然后呢，柯建铭的指令跟党团会议讨论的看法常常不同，对我们来说很辛苦、很痛苦，常常呢重点建议总召听不下去，都是他以他的经验跟他的这个判断来叫我们这样强制我们做那新会期马上要到了。民进党有没有可能在新会期改变？柯建铭到底会不会走，还是朝野互动的未爆弹？那民进党的立法院干部有7个，现在6个都不走了，只剩下柯建铭1个，而且持续难产，就是要去报名好像没人报名，所以英系的庄瑞雄说他的资历完整也被点名，赶快来吧，赶快来吧，好像他们现在都是有一点这个敬而远之，我们看一下。韩国瑜祝贺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9月8号生日快乐，在研究室门口有外交部的兰花。尽管赖总统曾表态要党团改组，前天2人在新竹同框握手寒暄，自然生日礼数也没少。据了解，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下午也将这个贺卡送到柯建铭总召的办公室。除了有总统府的祝福外，党籍立委赖慧媛、林月琴也送上花篮祝贺，祝福柯总召生日快乐。总召，你永远是我们民进党第一线的悍将，强调是党内第一线悍将。不过柯建铭这天低调度过74岁生日，没发文，仅表示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面对逼宫不为所动。但立委郭国文在脸书大战石破茂辞日本首相，强调他为了避免党内分裂，做出有高度的决定，句句不提柯建铭，但每一句都疑似暗指他。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来整合，但最后的决定权。我们觉得还是尊重，我个人觉得还是尊重老柯。我面对党团干部7缺6，登记时间到5号截止，但未有任何立委登记，改组是否面临困境？党团干部的组合就像是板左板的，主要是口味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时间找不找，客人做齐了就会出菜。尊重党团自主是民进党的传统，呼应总统今天的宣誓，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休养生息。老沈怎么看柯建铭生日？我们先讲那个韩国瑜好了，韩国瑜说19字，中文的，除了生日快乐那4个字以外，前面是规规矩矩、四四方方的这个柯建铭的头衔，那最后是他自己的头衔，都写得很清楚。
这个是犯了柯建铭的大忌啊！柯建铭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敢扣、啊，怎么不是我嘞？哎，本来打我嘴，看了敢扣啊！还有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你这个如果美国的话不会这样啊！我送你一张卡片，说 Dear Southcan 啊 ，Happy Birthday 啊，然后就付啊，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哪有这样？越是正经八百，越是没有诚意啊！所以这个台湾的官场哦，就这样。我现在回想到哦，大家像许一珍委员就讲，现在下乡就是要同温层取暖，我不同意啊，这个用词不精准。他不是找同温层，他是找利益共同体，这些都是跟他利益共。然后呢，是在取暖吗？不是，在减灾的小动作，就是尽量把这个灾害减低。那我问你哦，柯建铭也许吧，这个赖清德也许到今天还不晓得，我到底要认错到什么程度，国人才能放过我啊？重新大家一起再休养生息。我觉得3点，我这里建议3点啊。你能不能转达给赖清德？你也不行啊！我跟你讲，他明天去找赖清德。应该哦，赖清德可以简单的让大家国人都可以简单的。第一点，我数学不好，32-0真的是大败，而不是没有赢也没有输。这第一点啊，对，没有。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作为总统，尽管国人尽管你跟我意见不一样。都是清纯的要命，没有所谓杂质之说是我的不对。第3点，到底这个大罢免以后还可不可以干？他没有说不可以哦，我应该讲说这种大罢免啊，连我们民进党刻意栽培的外国友人、外国媒体在台湾有日本人、有英国人都受不了了，所以呢，我们这种擦边球。近乎违宪的动作，以后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红的，都不应该再干。我对这件事情深深表示歉意。这3点都讲了，他就放过了。你同意不同意？这是要点啊。但是不会讲，他不会这样做了。个性嘛，一个女生会这样做吗？不是，脸也拉不下来了。对，他不会这样做，脸也拉不下来。而这样做，搞不好民进党里面也骂他。哦。不，但我相信这个牌子哈，这个花了是那个总务啊什么弄的，这应该是公关处做的，因为每一个委员生日都会有啦。我生日的时候也会收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敬贺。他不是故意要给他难看，他们就是情理如仪嘛，就这样写的。不过赵先生，我必须要说，我是身为大罢免的一个当事人之一啊，我们都走过726了，但我认为有人走不出726跟823，谁走不出来？我认为是赖清德总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冤有头债有主，或者是说台湾一般普遍的中间选民，大家的政治立场以及智慧都很清楚，这是谁发起的？你总统发起，以及到最后你面对32-0之后，你有没有真真切切跟国人说明一下这一次的一个结局的一个状况？如同刚刚大佬讲的嘛，你至少你不用跟在野党道歉。在野党也不需要你的道歉，但是你应该要对过去这段时间台湾政治社会停滞不前，并且造成对立更加撕裂严重，要跟国人道歉。可是没有做到啊！当你没有做到，你亲自跟国人道歉，甚至还要找其他的战犯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说怎么会有民进党他的子弟兵出来讲石破茂这个例子。石破茂是首相是。日本的政坛自民党的主席，并且首相，他为了这个自民党的这个败选而负起相关的责任那赖清德子弟兵这样讲，不讲说是剑指柯建铭，我还以为他剑指赖清德，洪委员，对不对？补充一句哈，我跟你讲，他漏掉了一句。郭国文漏掉了一句，石破茂让我最感动的地方，他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任内没有办法捡回国人对政党的信任，对自民党的信任跟期待嘛，没有错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也好，或者说我们台湾很多的乡亲都觉得说啊，日本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有他的一定的风范。如果说真的被抓到什么事情的话，他就辞职下台，或是负起政治责任。但到目前为止，在这一件所谓的大恶霸，有任何人负起政治责任，应该负责任的有吗？再者，赖清德总统，你还有2年多的任期，我就说。
不管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投票给他，但是他毕竟到2028年还是中华民国总统。但是你难道到现在还有2年多任期，你只打算做民进党的总统吗？还是你愿意要做2350万人总统？为什么这么讲？很简单呢、团结10奖前4奖，你的记忆到目前为止，国人只记得长毛象、杂质，不是票多的赢，就是这一些话，其他真的大家都不记得。那剩下6奖不讲了，剩下6奖变成是在各自的这个小群众里面讲，而且没有公开。所以我们要找说你剩下这几奖到底讲了什么也不知道。那难道未来2年多你都是想要这样子吗？都只想要发表你的言论，但是不是针对2320万的国人，而是只针对你民进党的支持者，甚至特定派系的人士。你最近也在找民进党的这些委员在吃饭，在这个聚会，在互动。但我们更要问的是说，什么时候愿意要跟在野好好的沟通？4大优先。民生优先、青年优先、弱势优先、经济优先，哪一件不是2024年1月13号我们选完之后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做的？1年多过去了，现在才讲是说这是要优先，那我们就要想问，那过去1年多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还不就是大罢免3个字嘛？对啊，那下次它就是大选举了，大罢免过后，下次要大选举了。现在再回来讲优先的。郝龙斌，他今天接受中广王浅秋的专访，他说：“我准备参选国民党主席，那未来重要的任务是推动蓝白合啊。那他说我现在还不能被称为党主席参选人，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宣布参选啊。所以呢，但是呢，他打算要参选啊。那。”说以前他有批评过柯文哲，其实也不是他批评，说实话是柯文哲先批评他了。柯文哲一当选不是有5大弊案吗？那5大弊案是谁？是前任不就是郝龙斌，在之前任还有台之光等等那但是呢，郝龙斌说要做大事是不去对这种小恩小怨去计较的我们都翻页把它放下来了柯文哲被交保以后，声势受到瞩目，声势还不错媒体报道他。徐小泉蓝白合作重点在于下架赖清德有个目标黄国昌也说，让赖清德下台的目标没变，会跟柯文哲谈2026跟2028的规划，到底要怎样，蓝白怎么合那罗志祥也去拜访了吴伯雄那之前郝龙斌也拜访吴伯雄，罗志祥喊说，一个太阳不能有2个太阳。不会重演过去的悲剧就是党主席跟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能这个想法不一样不同调。他说只能一个太阳。那今天张亚平很优秀的一个曾经做过这个党工主发会主委的，他说他宣布党主席选举，因为他认为呢人太多可能会造成党的分裂所以呢这个丈夫许国不必相送他宣布退出那另外呢，有一个民调，今天呢，就是说卢秀燕到底是不是一定要选总统，一定要选党主席？所以有60%的民众呢是说不必选总统归选总统，选党主席归党主席所以呢，并不是说，因为有人一直跟他讲说，你选总统就要选党主席有60%不认为这样子另外呢，这个31，就是说现任县市长适不适合同时兼任党主席，31.9%认为适合。但是48.9%认为不适合然后呢，总统候选人需不需要同时兼任政党主席？23.5%认为需要，然后62.7%认为不需要那卢秀燕在这个关税这个海啸，尤其中部那边工具机等等机械也受到很大打击他说要在台中市守护台中的市民，不能选党主席，你支不支持？62.2%支持，16.4%不支持，21.4%没表态特别69.2%的北基民众支持卢秀燕的决定，63.3%的中彰投这个民众是挺卢秀燕不参选所以基本上这个民调替卢秀燕不选党主席呢，也找到一个合理性跟正当性。我们看一下，要不要参选国民党主席？前台北市郝龙斌总算透露态度，他的答案是 yes I do。我今天很清楚的表达我有参选的意愿，现在也在征询各方的意见。
参选的考量当然就是我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以及能不能胜选。不过也正在准备参选，但在选与不选之间，郝龙斌的前提很明确。那当确定卢市长他没有参选的意愿以后，我才开始来征询。我跟赵康先生，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我跟他2位，我们一定有1位会出来参选啊。那目前也是优先考虑我。愿意接受挑战，但党内期盼蓝白合路线不能中断。偏偏作为前后任，台北市长郝龙斌跟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针锋相对，从金华城案可见一斑。我跟柯文哲，我们没有私人的恩怨，我相信柯文哲跟我都翻页了，我们都放下了，我们绝对会精诚努力啊，来把蓝白合做好。所以未来任何对于蓝白合没有帮助的言论，如果做党主席，我一定会约制这一部分。虽然还没宣布参选，却句句都像已参选，这就好比现任主席朱立伦，虽然宣布交棒，却有党内人士认为朱立伦还在观望。清楚的表达，他不要连任，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们内部会议都有啊。当这个党主席是要耗损的，是要被折损的。眼看领表登记就在下周，主席之争谁与争锋？蓝营大头还在我看你，你看我。嘉宇，觉得国民党党主席未来2个重要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要让卢秀燕2028能够胜选，第二个就是蓝白合。但郝龙斌最大的问题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当初这个台智光案一开始是柯文哲先检举郝龙斌说这个台团跟市议会勾结，然后有台智光的弊案，这时候郝龙斌包括游淑慧他的子弟兵就跳出来说，金华城、市北科等等这些案子，柯文哲也有问题，所以才导致后面柯文哲身陷囹圄到现在这一连串的问题。郝龙斌虽然可以放下，但是柯文哲能不能放下呢？如果说今天这所有的这些源头金华城的这些过程里面，我想柯文哲是自己最清楚的。那这个仇恨绝对不会只是对民进党对于当初这整个案子的调查的过程，我想柯文哲也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蓝白合也是国民党现在基层最担心的，就是郝龙斌的参选到底对于蓝白合会不会成为一个障碍？这可能是郝龙斌必须去说服基层，或是他参选最大的阻碍。永平，郝龙斌个性因为我是跟他工作过，他个性有2大特点那第一大特点呢？或许很多人认为政治人物这个不应该，可是郝龙斌的好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重的人我就光讲一个案例就是了。以前我们帮他写那个他的致辞稿，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说。要由市长讲出来说这是我的政绩非常困难，因为郝龙斌永远觉得说这个是个局处做得很好，那个局处做得很好。其实作为他的下属非常感激他这一点有事情他会担，然后你做的光荣给你们。可是作为一个很强烈的进取心的政治人物呢，大家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个市长你这样子不行，你要更强势一点。但是在现在的国民党，我觉得郝龙斌这种个性刚刚好。第一个，他做过台北市8年市长，而且他对国民党的党务也非常熟悉，他也做过这个副主席。而他整体来讲呢，又有这样子的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去抢夺别人光彩的一个直觉性的反应跟个性。那这样子，未来在2028总统候选人上，这个大家所担心的这个冲突呢，可能比较不会存在。那第二个，跟我讲一个跟柯文哲的事情啦。郝龙斌这个人度量真的非常的大他不会再去就恩怨怨纠缠不行，但是现在确实要看民众党的心态。好，2028年最高的战略目标中间会有很多战术需要去讨论。那现在国民党面对到就是百花齐放，我们都觉得很好。民众党我们也要努力让繁星点点不过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内部要和气的和，外部才有可能合作的和。那希望说现在大家共同的。对内要稳定军心，对外还是要力抗绿营。老沈，2个简单的问题，你有没有在王浅秋之前知道他要选？还是你从王浅秋的访问才知道？我知道他要选，要知道他要选。你知道，所以他有召会你，有通知你，有给你交代，对不对？有跟我讨论。好，那你知道他要选以后，你是如释重负，还是若有所思？
2个选1个，我就乐观其成。乐观其成。好，我跟你讲啊，郝龙斌讲的那3个，不填共。不桂美，不媚日，不媚日，非常不错啊！他前面也有讲说，民进党是在骗我们这个抗中保台是欺骗了。我觉得光是讲这样不行，他应该呢在3个很美的讲法后面，应该要讲千万要保台，你知道吗？3个不后面一定要讲千万要保台。好，伟汉。郝龙斌这个前市长哈，因为跟这个我们主持人赵康2个人在2选1，其实，在国民党其实我也分析过了哈，因为先前已经有9个人，亚平推出还有8个，里面有罗志强，有郑丽文，其实原本声势都很不错，但是呢，有一点定于一尊的感觉，因为当赵先你讲的说这个第1首选是卢秀燕，第2是朱立伦，第3是郝龙斌的时候，其实也有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可能期待值会认为说，是不是所谓的1军跟2军啊？就